嗨，大家好，我是 Julian 朱利安，我是 Jessie， 我是EA，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及开启小铃铛，给我们一点鼓励哦，谢谢大家！哇吼！你每次都要这么兴奋吗？好，欢迎回到和孩子谈钱的节目啊！今天是2021年的6月25号，是我们第6集的节目。那在上一集呢，我们讨论了关于这个银行的基本功能，也就是存款啊、贷款，也就是存钱跟借钱。然后呢，我们也讨论了所谓的利息，还有利率的变化，从过去30-40年来的利率到现在的一个变化。不过呢，还有一些我觉得很重要的观念啊，所以我想呢，在这一集呢，来做一个补充。好，之前我们有聊到啊，因为疫情啊，所以我们现在买东西呢，都尽量避免使用现金，而是用信用卡或手机的 APP 来支付，那就可以减少接触病菌的机会。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像信用卡这种塑胶货币，他们是怎么运作的吗？就是他们是一张卡片，然后装一个晶片，然后就是那个晶片是可以用来花钱。可是呢，他如果因为疫情的关系要避免用现金，那如果他是用个机器给你刷卡，然后大家的卡一直刷，不是也是会有细菌？你说的这个晶片就是像悠游卡的概念，不过悠游卡呢是用一种储值的方式，也就是我们先存钱在这个卡片里面，然后呢要消费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感应。所以其实你应该也有注意到，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信用卡是已经变成用感应式的所以就可以避开这种传统的刷卡机这种接触的问题。那不过呢信用卡的方式跟悠游卡这种储值的方式其实不太一样。那如果用信用卡刷卡消费的时候，实际上呢我们其实是等于是先向银行借钱，那在刷卡的同时银行呢就会帮我们先支付款项，帮我们付钱给店家，然后等到下个月结账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去还钱给银行。这个也就是所谓的信用贷款，也就是用我们的信用来借钱的意思。所以在一开始申请这个信用卡的时候，发卡银行呢都会先评估每个人的财务状况跟信用，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发卡，还有能够授权来刷卡的一个金额。讲到这个信用你们觉得什么是信用？如果说爸爸妈妈有时候答应你们要买东西或者要帮你们做什么事情，可是没有做到的时候，你们感觉是怎么样？感觉是就会很生气，对吗？对所以呢对银行来讲也是一样虽然信用卡很方便，但是如果你跟银行借了钱，但是没有准时还钱，不守信用的时候呢，那银行除了生气之外，它有他们处理的方式。第一个，它可能会给你罚钱可能会有所谓的违约金。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信用分数，在银行那边会给我们一个记录他可能会记录说这个人有没有还钱的记录，所以可能就会对你的信用分数扣分。那这有什么缺点呢？就是有一天你真的需要跟银行在借钱的时候，例如说你可能长大了要买房子、买车子或者是要念书贷款借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这个信用分数就会影响到银行要不要借你钱如果他们看到说哇你以前有被扣分的记录的时候，他们呢可能就会谨慎思考，对，他们就会很谨慎甚至于可能就考虑不要借你了所以会影响到这个是不是能够顺利的借到钱。所以维护个人的信用呢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一件更可怕的事情是，除了罚款跟信用分数之外呢，银行还会跟我们收利息而且在台湾的这个银行你跟他借钱用消费贷款的话，利息会高达 15% 这个是我们上一集有讨论到 15% 其实是很高的一个利率伊人在那一集有讲到。你还记得现在存钱在银行的定存是多少吗？ 0.8， 对0.77 接近 0.8 这个是我们存钱在银行可是你看你跟银行借钱，而且是用消费信用卡的时候如果欠他的钱，他会跟你收 15% 的利息。而且恐怖的地方是在于说，
他跟你收这个利息呢，他是用我们第一集讲的复利的方式来计算。所谓的复利，也就是如果你超过1个月你没有还钱了，这个时候银行就会把我们欠的这个钱开始加利息。如果到了第2个月你又没有还的时候啊，他会把我们欠的钱跟利息加起来，在一起算新的利息。好，所以这个累积的负债，也就是你欠银行的钱，就会像我们第一集在这个农夫这一集讲的这个复利一样，越欠越多。所以啊，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不要借钱去买东西。那你说如果未来我们还是会用信用卡消费怎么办呢？那很重要的就是请你们一定要在自己可以负担的这个金额范围之内消费。例如说你可能只有1万块，那你就不要买超过1万块的东西，而且一定要准时还款这个很重要。借钱之前要先考虑你能不能还。对，这个很重要你要看你有多少钱，在自己的能力之内去消费，尽可能的不要借钱，不然就会没钱，还会欠债。的确是这样在2005年的时候，也就是16年前台湾那个时候就因为很多人对这个信用卡认识错误，他以为说我用信用卡刷卡就可以以后再还钱，甚至不用还钱，结果就拼命刷就没想到这个利息就越滚越多，让自己背上了很大很巨额的卡债所以一度那时候台湾还发生了所谓的这个卡债风暴也就是很多人还不出钱，然后欠了很多钱，然后甚至于让这些银行也发生了亏损，造成很多金融跟社会的问题所以呢这一点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好，另外呢在这边也要提醒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提醒你们也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做保也就是说不要去当保证人或者是保人。保证人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有人他要买房子，然后他请你签保证当保证人，就是如果你签名，然后之后他买了房子，然后如果他是用借钱的话，他还不出债，你就完蛋，因为你签了名，所以你就是保证人，那你就要帮他还债，你就要负这个责任。你怎么知道？你有偷看小抄是不是？我没有，我本来就知道。这么厉害。好，对这个很重要，所以要在这边提醒你们跟提醒大家所谓的保证人或保人呢，就是如果有人要去借钱的时候，他请你帮忙做保，那这个保人呢，就是你要做保证，万一这个借钱人他还不出钱的时候呢，你就要来负责还钱这个时候你的麻烦就很大了。所以就算是亲朋好友，甚至于就算是爸爸妈妈要请你们来做保当保证人也绝对不能答应，这一点非常重要。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练习你们2位姐弟 Jessie 跟 Ian， 请你们2个轮流，谁要先当银行？多多，我们刚刚有讨论好，多多先当。好，弟弟先当银行，然后姐姐呢先当存钱的人。那你还记得我们讨论过投资吗？那投资还记得吗？我们来复习一下，投资的意思是什么？要买进什么东西？投资要看着电脑钱跑出来。投资就是要存钱买股票。我们上一次讲的帮大家复习一下，投资呢就是要把资金投入去购买资产资产，股票当然是其中一种啦。不过呢，我们上次讲到最简单的投资就是存钱，把钱存在银行的时候，就是最基本的一种资产。好了，那现在刚刚说谁是银行？弟弟是银行吗？Ian银行。好，弟弟是银行，所以今天姐姐要存钱那我想请问一下，这姐姐把钱存到这个弟弟银行的时候请问姐姐会收到利息，对不对？对。所以这个存钱这件事对你来说是资产还是负债？对我来说是资产那弟弟你是银行人家来存钱的时候你要付利息还是收利息？付利息。所以对你来说呢，别人来存钱的时候是资产还是负债？是负债。答对咯。所以你看不同的角度，当平常我们去存钱，在银行存钱的时候，我们是
资产因为银行要付给我们利息，对我们来说是资产。可是呢，这个存款对银行来说是负债因为银行要付利息给这个存款的人，对吧？好，那现在反过来如果今天 Jessie 姐姐你要去跟银行跟这个弟弟Ian银行要借钱的时候呢，请问一下，你变成付利息的人还是收利息的人？付利息的人。对，因为你借了钱就要付利息。那这个时候呢，对弟弟你是银行来说，你是收利息吗？对不对？对。你收到了利息，那请问对你来讲，借钱的这个贷款人是资产还是负债？负债。资产。为什么是资产？因为我要给他钱。对，答对了因为跟你借钱，跟银行借钱的人要付你利息，所以其实他是在帮你赚钱对银行来说，把钱借给别人呢，就是一种投资。所以呢，换一个角度来思考的时候呢，其实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好，那简单呢，我们在这边帮大家复习回顾一下今天我们的讨论第一个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借钱那如果以后真的用信用卡消费的时候呢，那也请只花自己付得起的金额，有多少钱才刷多少钱，而且很重要的是准时还钱不要造成这个被银行收利息的情况。不要当保人，不要当保人，千万注意不要当保人。对，不要当保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好，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2点。好，那我们第3点最后讨论的呢，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存款这件事情。在平常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存款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资产，可是对银行却变成了负债，因为银行要付利息给我们。那相反的，我们向银行借钱的时候呢，对我们是一种负债，可是对银行呢却是资产，因为我们要付利息给银行所以呢，学习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呢，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在节目的尾声呢，我们请 Jessie 跟我们分享笑话时间。哆啦 A 梦里面那个大雄信什么宗教呢？哆啦 A 梦里的大雄信什么教？睡觉。睡觉，对，我也觉得是睡觉，他很爱睡觉啊。答案是什么？错，答案是道教，因为他喜欢静香。好啦，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如果任何的想法或建议呢，在讯息栏的部分有我们的 FB 社团和 LINE 社群，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交流。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及开启小铃铛。如果觉得今天的节目有收获的话，在讯息栏的地方也有赞助的连结，欢迎给我们一点鼓励哦，谢谢大家，呜呼！不客气。好，祝大家防疫平安，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